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9月4日星期四，佛历10月上12，万象小雨转多云，25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2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跌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66.72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37 基普，涨幅 0.0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0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47.79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2.56 点，跌幅 0.18%。开盘 1449.93 点，最高 1452.93 点，最低 1447.79 点。成交量13万2700股，成交金额9256万8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5基普。交易量8万71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00基普，交易额6137万5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776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4万基普，跌幅 0.37%。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9月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3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99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65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140基普，涨幅 0.73%， 普通汽油价格上涨140基普，涨幅 0.59%， 95号汽油价格上涨100基普，涨幅 0.35%。 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主席会见越南高级领导人。9月2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赴越南出席越南8月革命胜利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庆典。在此期间，通伦西苏里主席会见了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通伦西苏里主席对越南的热情邀请和款待表示感谢，并祝贺越南建国80周年。他高度赞扬了越南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高度评价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2. 老挝与泰国讨论湄公河流域可持续保护与发展合作。9月1日，老挝农业与环境部部长林坎敦萨万率领代表团会见了泰国副总理巴瑟赞他努朗通及其团队，双方就湄公河流域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水资源管理等合作事宜进行了讨论，并重点回顾了去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合作工作，尤其是如何协调应对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水以及水电站泄洪管理方面的问题。此外，老挝代表团还访问了泰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就水资源管理、技术和创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双方探讨了如何将老挝的农产品开发为商品，特别是如何对老挝的鹤台进行繁殖和加工，并就此开展研究合作。3. 色奔县卫生局成功举办预防早孕培训。9月1日至2日，沙湾拿吉省色奔县卫生局与改善母婴健康项目合作，举办了为期2天的预防早孕培训。来自色奔县的县长、省卫生局领导、日本冲绳琉球大学的项目经理以及当地教师、村干部和村民志愿者等93人参加。培训内容包括预防早孕、避孕方法、青少年为人父母的风险以及孕期和产后护理等知识。培训旨在让参与者学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并将所学用于实际工作中。会议主席对项目团队表示赞扬，并鼓励参与者认真学习，以取得预期的成果。
4. 阿萨彭县领导视察农发风暴洪灾影响。9月1日，沙湾拿吉省阿萨彭县县委副书记贡来沃占塔吕塞率领工作组，对该县受洪灾影响的地区进行了视察。此前因农发风暴带来的强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泛滥，淹没了大片稻田，并冲毁了连接村庄的道路，给当地居民出行造成了严重困难。工作组重点勘察了4处受灾点，并对道路损毁情况进行了评估。贡来欧占塔吕塞副书记要求相关部门立即修复受损道路，以保障通行，并制定长期的修复计划。5. 塔区县实施新规整治市区道路秩序。8月底至9月初，甘蒙省塔区县特别委员会启动了市区道路秩序整治行动，旨在保持市容整洁美观。此次行动覆盖了多条主要街道，并针对车辆停放、占道经营、侵占人行道和垃圾处理等行为制定了严格规定。根据新规，车辆在指定时间段外不得停放于人行道，商家严禁在人行道上摆放任何物品。对于违规者，首次口头警告并记录，第二次罚款50万吉普，第三次罚款100万吉普，并没收物品。6. 工贸部与老挝正大合作，助推老挝商品迈向国际市场。9月2日，老挝工贸部与老挝正大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启动老挝商品迈向国际标准项目。该项目旨在提升老挝本地商品的质量和标准，以便通过全球711便利店网络进入国内外市场。老挝工贸部中小微企业促进司司长马尼万温塞表示，该合作将为老挝本地商品带来重要益处，包括提高生产力、改善质量和扩大市场。国内贸易司司长桑迪苏克普萨瓦补充说，这种公司合作是老挝商品进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桥梁，有助于高效、有效地执行国家政策。目前，老挝已有19家711门店，并为老挝本地商品设立了专门的展示区域，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7. 西扩达邦县整治违规占道经营37家商户被查处。9月1日至2日，万象市西扩达邦县环境秩序管理委员会对辖区内违规占道经营行为进行整治，共发现37家商户存在违规行为。这些商户在路边和人行道上摆摊，搭建帐篷、堆放建筑材料和设置广告牌，导致交通拥堵和环境脏乱。委员会此前已多次对违规商户进行警告，但收效甚微。此次行动对所有违规商户进行了记录和警告。委员会表示，若商户继续违规，第二次将由公安部门扣押其车辆和商品，第三次将依法进行严肃处理。8. 阿某公司举办慈善高尔夫球赛为自闭症协会筹款。9月2日，阿某公司与老挝高尔夫球联合会宣布将共同举办阿某慈善高尔夫球赛，旨在为老挝自闭症协会筹集善款。此次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自闭症的认识，并为自闭症患者提供支持。本次比赛预计将有180名选手参加，目标筹款3亿吉普。所有报名费收入将全部捐赠给老挝自闭症协会，用于其在教育、治疗和就业方面的公益事业。比赛将于9月27日在万象市龙威恩高尔夫俱乐部举行，报名费为每人180万吉普。参与者可获得纪念品、免费餐饮，并有机会赢得奖杯及特别大奖。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